我的夫君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神医，他有个最会制毒的青梅师妹，两人你毒我解，热闹了10几年，直到我被下了剧毒，差点没命。醒来他边写药方边叹气，你别怪阿珂，他就是孩子气惯了，不是有意要害你。他知道我能救你，故意与我置气呢。话刚说完，又被沈科的人匆匆唤去。他走得太急，以至于方子少了一味药都不曾发现。久违的系统终于被触发，死在男主手里才能回家，解药出错变成毒药，宿主可以选择是否服用。我将方子递给丫头，笑了笑，拿去煎了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魏燕之回来的时候，丫头刚把熬好的药端过来，热气腾腾的药汁氤氲了她的容颜。她脱下外袍，朝我笑，这般巧，可是等着我喂你呢。说着接过药向我走来，熟练地舀起一勺，吹了吹递到我嘴边。我怔怔地望着，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见我不动，她微微挑眉，怎么啦？这药趁热喝，效果最好。我无声地笑了笑，伸手将药碗接过来，仰头一饮而尽。许是喝得太急，呛得我不住地咳嗽起来。魏燕之一边心疼地替我拍背，一边好笑，这么急做什么？又没人跟你抢。今日怎么这么乖，不闹着要我喂了？我坐直了身子，牵了牵嘴角，不用了，以后都不用了。他微愣，脸色渐渐暗淡下来，声音微沉，是还在生阿珂的气。他叹了口气，伸手要抱我。他不过是孩子气，本性并不坏，你既然没事，就不要与他计较了吧。我不留痕迹地避开他，声音淡淡的，倘若我真出事了呢？他怔住，随后无奈地摇头，哑然失笑。有我在，怎么可能呢？是了，我的夫君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神医，没有他解不开的毒。这么多年沈科也没少给我下毒，大到瞎眼失声，小到起疹腹泻，总能被魏燕之轻而易举地治好。这次又怎么会例外呢？他望着我，桃花眼里闪烁着淡淡的笑意，一副纵容宠溺的模样，仿佛我这一遭苦楚于他而言不过是场闹剧。怎么变成这样的呢？起初他明明也是在意过的，那时我们新婚燕尔，沈科在我的酒水里下了满天星，我浑身起疹，痒得厉害。魏燕之大怒，替我解毒后提着剑要和沈科断绝往来。然不过3日，他败在了他的眼泪攻势下。沈科悬梁了，他赶到的时候，他凳子都踢翻了，脖颈上勒出道道红痕。魏燕之又惊又怕地抱着他，愧疚又心疼。他心中难受，不过是想发泄一二，并非有意毒害你。阿乔，这事儿便算了吧。回来之后，他疲惫地揉着眉心，告知我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他和沈科许过婚约的。他答应他，若20岁那年仍没有意中人，他就娶她。可惜20岁生辰那日，他遇到了我，一见钟情。沈科又疯又闹，他把人送到南疆，一心要娶我。说来也是我对不住他，阿乔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便也让一让他，可好？从那之后，我一退再退，一让再让，直到今日，他给我用了致命的毒。系统说，魏燕之心中有我，如果我舍不得，让他发现药方有错就好了，他一定愧疚极了，拼命弥补我爱我。我无语摇头，我要他的愧疚做什么？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可是宿主，你本来不是已经放弃回到现代了吗？我沉默。是的，魏燕之待我极好，让我觉得死在他手中这项任务根本无法完成，左右家里也没有牵挂的人，倒不如留下来陪他。我却忘了，人心易变，故人难寻。不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左右不过1个月的药汤，我等得起。沈科要来给我道歉，我下意识地拒绝，不用了吧。每次他过来，准没好事。魏燕之握着我手，柔情缱绻。怎么能不用呢？你是我的发妻，我也不能总叫你受委屈。我垂下眼，若是以往我定然觉得感动，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人都说魏神医悬壶济世，无论达官显贵平民百姓，皆一视同仁，乃君子之风。哪怕家中私事，他也是一碗水端平，是非公正，不叫旁人指摘。可惜他想不负如来不负卿，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。沈科给我敬了杯酒，
桃花酿的果酒，酒香缭绕，看起来很是醉人。我没有接，我对桃花过敏，魏燕之知情的，想必沈科也是清楚的，毕竟当初的使我起疹的满天星便加了桃花。魏燕之朝我眨眼睛，快喝了它，你放心，我备好了解药，必不会叫你吃苦头。乖些，他被我逼得来跟你赔不是，心里不痛快，使点小性子也是正常。他既然答应道歉，你就别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了。我了然一笑，接过桃花酒，在他欣慰的目光里，抬手泼了过去。酒水顺着沈科的头顶滴答下流，混着他不可置信的眼睛，甚是狼狈。魏燕之猛地站起身来看向我，一向温润的脸瞬间铁青。可能是要走了，心气儿也顺了，从前的委屈也不想再受了。我浅浅的笑了，早说过我不需要道歉的，下次这种粉饰太平皆大欢喜的戏码别再喊我了。魏燕之摔门而去，他发了很大的脾气，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。傍晚，丫头照例给我端药，欲言又止。等我喝完，终于开口：夫人，主子他人虽没回，却日日派人叮嘱我看着夫人喝药。他说沈姑娘的毒霸道，只要少一日不喝都不可，要我千万盯着您。丫头面色复杂：夫人，主子心里还是念着您的。我牵动唇角，原来他这么怕我死啊！真不知道他发现是自己亲手写的药方毒死我的时候是怎样的表情。嗨嗨，我想笑，却咳出一口血来。木桌猩红一片，丫头惊了一跳，眼前一黑，我昏了过去。是了，几种毒混在一块儿，我的身子愈发差了，只怕连1个月也撑不到。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烛光下，魏燕之满脸焦急，正要伸手给我探脉。他风尘仆仆，衣衫染尘，看起来刚赶回来。猝不及防碰上我刚睁开的双眼，他顿时愣住，很快抿唇收回手，面色难看。霍云桥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种把戏了？我就说我的解药不可能治不好你，你想我回来直说就是了，何必装昏迷呢？我将手腕塞回被窝，背过身，不咸不淡地顶回去。不想来，你就回去吧。好险，只差一点，差点就被他发现了。他噎住，面色反而温和下来，一只手攀上我肩膀，声音轻柔：好了，还闹脾气呢，多带点事。你若是不喜欢，以后我不叫他来就是了。你不是总念叨着去江州吗？过几日我带你回去可好？我心神一动，点了点头。我的养父母在江州，回家之前我总是要再回去看看的，由他护送我也好。可惜他还是没能陪我。出发那日，梁城爆发了瘟疫，魏燕之在马车前被人喊住。他愧疚地看着我：阿乔。我了然地笑了笑：无碍，你去吧。几个百姓朝我作揖，夫人大意。我上了马车，头也没回。魏燕之是神医，这样的事情没少发生过。性命关天，我从未计较过，人命的事情排在我前面是理所应当的。只我未曾想到，所有的事都能排在我前面，沈科却能排在所有事的前面。魏燕之还是去了江州。我到的时候，他正在焦头烂额的试药。见到我，他有几分尴尬，无奈的叹气：阿珂这丫头胡闹，拿几户百姓是毒，被人闹到堂前，我要赶紧把解药治出来才行。那瘟疫呢？我盯紧他的眼。魏燕之迟疑：有其他人。我便知道他根本没去梁城。沈科拿百姓试毒已是常事，他下毒，魏燕之来解，一来一回已成了情趣。我不是没有劝过，魏燕之只宠溺苦笑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自己的师妹只能宠着了。那日我才知道，悲悯苍生的魏神医也会为了他人视人命如草芥。池塘边，我见到了悠哉悠哉喂鱼的沈科，他挑衅地瞥了我一眼，扬着下巴：早告诉姐姐，只要我想，师兄就能随时来到我身边。姐姐这下信了。我闭了闭眼，那些都是人命。他挑眉：那又怎样？师兄说过，不管什么烂摊子，他都会替我解决。再说，不过是些蝼蚁，能让师兄医治一场，也是他们的福分。我没有回答。早晚他会知道，这些蝼蚁迟早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他的作所所为，我早已留了证据。走之前，我会将这些送到御前。
魏彦之忙碌了一阵，终于制出了解药。救治完百姓，他又跑到官府给沈科求情销案。等做完这一切，他终于想起来找我。阿珂想逛逛江州城，明日我带他去，你可要一起？他瞧着我，笑意盈盈。我摇头拒绝，他有几分失望，却也松了口气。我是要去采买的，可却不想和他们一起。嫂嫂要生产了，我正要准备些物件儿。许是江州城太小，没过半个时辰，我便遇上了他们。我眉心微皱，抬脚欲走。师兄是更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万一我生出来师兄不喜欢怎么办呢？身子猛地顿住，我僵硬地转过头。金玉楼的小窗前，沈科正举着几枚金锁比划。魏彦之脸色一白，小心翼翼地捂住他的嘴，胡说什么呢？当心人听见。沈科嘟囔着嘴，怕什么？早晚要让他知道。浑身血液直冲头顶，我几乎站立不稳。原来沈科与我道歉那日，两人就有了苟且。沈科给自己下了毒，唯有合体能解。一个激情似火，一个半推半就。魏彦之犹豫着出声：“你且等等，让我想想该怎么和阿乔说。”我再也忍不住，几乎逃也似的离开。回房之后，眼圈还泛着红。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心硬，不想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能说忘就忘？口中溢出腥甜。我抹了抹唇角，又吐血了，连带着胃也跟着抽疼。沉睡中的系统突然醒过来，宿主宿主，好消息，今天再服用一碗药你就病入膏肓，大罗神仙也就不回来了，就再也不用担心被男主发现了。我收了帕子，也跟着笑了，是吗？那可真是个好消息。晚膳后，魏彦之回来了，他凑到我身前，目露忧色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怎么脸色不太好？我别过身子，无碍，可能是还没喝药吧。今日的药怎么这般慢？我去看看。我微怔，正要拦他，眼见秋儿端着药过来，我松了口气。魏彦之边接过边笑，这药是苦了些，你莫要偷懒，可是救命的药呢。来，我喂你。这次我没有抢过来，而是一口一口任由他喂了下去。魏彦之，这最后送命的毒药是你亲手喂我的。我这一觉睡得极沉，一会梦到回到现代，一会梦到和魏彦之好的那些日子。醒来之后，魏彦之不在身边，我亦没有多问，用膳之后便准备去看看养父母。刚要出二门，听见沈科气急败坏地叫喊：“等等等，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就那么怕霍云桥吗？你明明答应过我，孩子出生前不碰他的，我亲眼看见你从他房里出来，你还亲了他。”魏彦之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压低声音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他最近身子不好，你就不能等他解毒吗？最迟1个月，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觉得好笑，早些晚些又有什么区别？于是我抬脚走了出来。不必1个月了，就现在吧。魏彦之猛地回头，一张俊脸瞬间煞白。阿乔。书房里四目相对，魏彦之望着我，目露不安。那晚是个意外，阿珂中了毒，我不救他他会死。阿乔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等后来我想远离他已经迟了，他有了身子，毕竟是我的骨肉。阿乔，我不忍心。他总是为难，他总是没有办法，他总是有情可原。他有那么多的理由，可是我不想再听了。说吧，贵妾还是平妻？他微愣，我平静地重复了一遍，又道：或者你想要我让位给他做正妻，也不是不行。他慌张地要拉我手。怎么可能呢？阿乔，正妻的位子的永远是你的，我保证，就算阿珂进门，身份也越不过你去。勾了勾唇，我笑，看来是平妻了，也行。他惊喜地睁大眼，双眸迸发出亮光。阿乔，你答应了？我含笑点头。以后你要娶谁爱谁，我再也不会拦着了。他松了口气，伸手抱住我，声音似是带了哽咽。我就知道阿乔最是贤良大度，不会怪我的。你可知我心中有愧，这些日子总吃不好睡不好，想着怎么对你解释，人都瘦了。阿乔，你可要好好帮我补补。心头阵阵恶心，我不动声色地将人推开。行了，快去给你的小师妹交代吧。
因有身孕的缘故，婚期定得很近。不过月余，沈科便进了门，仗着肚子里的骨肉，他性子也愈发骄纵，每每当着魏燕之的面要与我一较高下，大到我的院子，小到一根玉簪，他都要和我争上一二。但凡魏燕之有一分犹豫，他便又哭又闹，说自己所托非人，要落了孩子。他孕中忧思，没有安全感，左右不过是些物件儿。阿乔，你别计较。魏燕之这样安抚我，我自然没有计较。我要离开也带不走这些，干脆挪到了偏院，换个清静。可我没想到，连个清静也这么难。沈科落了水，当着我的面，魏燕知道的时候，他正在水里扑腾，好容易将人救上岸。沈科抱着肚子哭着说我害他，赤裸裸、明晃晃的陷害。我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魏燕之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要看穿一个洞来。他很在意这个孩子，我知道，沈科也知道。寝房里，他负手踱步，脸色难看得厉害。我没有解释，也不想解释。良久，他停下脚步，黑眸晦暗，声音沙哑：我知道不是你做的。阿乔，你是我的妻，我怎能不知你的性情？你从不屑做这种事。我挑眉，消失许久的暖意涌上些许，可下一刻凉到彻底。可他都用身孕来陷害你了，证明他是真的忌惮你。阿乔，你和他道个歉吧，你让让他。我笑了，几乎笑出眼泪来。魏燕之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他合上眼，长长叹了口气。我知道对不住你，可是阿乔，我没办法，他闹着非要你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犹豫了片刻，他别过头。他说只要你服了绝子药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他就不再追究。说着，他又看向我，目光殷切。阿乔，你的身子早就不能有孕，就算喝了也不妨事，你就当哄哄他，好不好？心底冰凉一片，我扯了扯嘴角。魏燕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有孕的？日子太久，我几乎忘了，我也曾怀过孩子的。可惜，不足1个月，生生流掉了。原因便是那碗桃花做的满天星。那次起疹没有毁了我的容貌，却流掉了我的孩子，也绝了我再次生育的可能。我知道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他沮丧地低垂着头，撑在桌案的指骨泛白，看起来内心极为挣扎痛苦。我这才注意到，沈科嫁进门后的这些日子，他憔悴了许多。魏燕之深吸口气，再次执着地看向我。阿乔，他出身草莽不懂事，可你不一样，你知书达理，贤良温婉，最是善解人意。你已经不能有孕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四处胡闹，折腾掉这个孩子。就这一次，只要这次你顺了他，他答应我以后好好养身子，再不会为难你了。阿乔，就当我求你了好不好？以后他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，你就当为了自己的骨肉。我再也听不下去，一巴掌扇在他面上，止住了他接下来的话。我逼近他，一字一顿。魏燕之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沈科又哭又闹，院子里的东西摔得稀碎。魏燕之为了哄他，将我不能再有孕的事儿说出来，也没能让他开怀。我不信，师兄你骗我，你就是喜欢霍云桥那个贱人，你就是不愿意给他用绝子药，你明明就是只想要他的孩子，不愿意要我的。沈科歇斯底里，用力捶打着肚子。魏燕之又惊又怕，慌忙抱住低声又哄他。又是一阵兵荒马乱。秋儿来告诉我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我正在服用止痛丸。许是归期将至，毒发越来越快了，有时候疼起来简直要命。我咽下药丸，胃里松快了几分，感受着疼痛慢慢缓解，我挤出淡淡的笑意。看吧，有的闹呢。沈科的性子嚣张跋扈，占有欲极强，没得到的时候尚且能收敛几分，眼下得到了更是原形毕露。他这般折腾，只怕不止魏燕之消受不起，身孕能不能保住还是未知。果然，没过几日，魏燕之来寻我。廊檐下，他神色阴郁，短短时间内整个人瘦了几圈。他瞧着我，眼底没有悲喜，开口便是：阿珂的孩子没了。我抬眼，不置可否。你满意了吗，阿乔？他的声音淡淡的，可我听得出隐忍下的风暴。我没有回答。下一刻，他一拳击在门框，黑眸染红，
积玉滴血，望着我的目光又恨又怒。霍云桥，你几时变得这般冷血无情？若非你不愿道歉，阿珂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，又怎么会流掉孩子？事到如今，你连半点愧疚不忍都没有吗？我这才知晓，他把沈科的小产归结到我身上，我简直气笑了。不知我小产的时候，魏神医可否问问你的好师妹有没有半分愧疚和不忍呢？她是无心的，几乎脱口而出的争辩。她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说完像是意识到什么，他摆了摆手，神色灰败沮丧，踉跄地后退了一步。罢了，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。这段日子我会好好陪着阿珂，无事你不要到前院来刺激他了，等他身子好了，我再来见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魏燕之说到做到，从那日后，他再也没进过我的院子。听闻在他的精心照顾下，沈科慢慢的好了起来，情绪也渐渐恢复稳定。倒是我，病症越来越重，血色越来越少。秋儿欢喜又担忧，沈夫人身子大好了，沈医也该来见夫人了。夫人定要让沈医好好看看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，怎么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呢？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左右像系统说的，现在大罗神仙也救不了我了，被魏燕之发现也无妨。终于，在秋儿说完的第2日，魏燕之过来了。不过她不是来为我诊病的，而是来送我下狱的。阿珂在江州毒害百姓的事情被人发现了，我因为他未去梁城治瘟疫一事也被人告发，如今圣上传召。他身子刚好受不得刺激，我已经让人向上禀告江州一事是你所为，反正百姓也知道我本来要护送你去江州的。阿乔，只要你给阿珂替了这一回，以往种种我便再也不追究了，可好？他望着我，面色复杂。天色破晓，氤氲的雾气隔着他的脸，我像是第一次认清眼前这个人，第一次相见时的惊喜惊艳，海棠树下的柔情蜜意，洞房花烛的海誓山盟，过往种种从脑海中一一闪现，最终定格在这张冷淡无情的面孔上。我恍然忆起，无望山下的那株海棠花，我本不该收下的，也不会一错许多年。良久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好。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爽快，他怔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你能想通最好，你放心，你是我的夫人，他们不会怎样你的，最多……他抿了唇，没再多言。也是，魏神医是太后座上宾，他们自然不会拿他的夫人怎么样，最多也就是几日牢狱之灾罢了。作为交换，我要了一整罐止痛丸。他有几分紧张，问我哪里疼痛。我敷衍的弯唇，心痛。他沉默，垂下头。我讥讽地笑了，从他身边掠过。骗你的，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身侧的人影陡然僵硬。去京城那天，我除了带走了药丸，还带走了一方锦盒，这里收集了沈科和魏燕之这些年所作所为。当今太后宠信魏燕之，天子却不是好相与的人，若他知道这2人玩弄百姓性命，定然不会轻饶。我要做的，便是要将这些带到狱前，这也是我答应魏燕之的原因。事情很顺利，唯一的意外是止痛丸。魏燕之骗了我，药罐里的不是止痛丸，而是用于房事的春风丸。所以当圣上问我何所求的时候，我从太医院要了一张止痛药方。毒发越来越频繁，疼痛时不时的出现，几乎让我恨不得马上归西。我面色苍白如纸，连出门抓药都拿木犁遮面，唯恐吓着路人。沈科是这时候出现的，他笑嘻嘻地指着我手中的一味药，欢快地回头叫喊：“夫君，找到了，这儿有何首乌。”他丰盈了许多，面色也比往日里红润，看来我不在，他果然过得极好。顺着他叫喊，魏燕之大步跟过来，扫了一眼，也跟着笑道：“又胡闹了，没看到这位姑娘已经买下了。”沈科可怜巴巴地摇了摇他手臂，嘟囔着嘴：“我不管，人家就要这个。”魏燕之叹了口气，无奈地刮了刮他鼻子，转身朝我一一道底：“捉精需要这位何首乌入药，不知这位夫人可否割爱？夫人若愿意，在下可以出双倍价钱。”故人的人影与眼前人重叠，恍惚记起他也曾这样为我请求他人，只眼下被请求的人却是我了。我淡淡笑了，沙哑的嗓子不甚好听。如果我说不愿意呢？魏燕之的身形猛地顿住，
秋儿适时的出现，焦急地奔到我身边。夫人，你怎么一个人买药来了？可让我好找。魏燕之将目光移向他，很快又回到我身上，声音略微颤抖。阿乔。木离落下，露出我惨白的脸。魏神医这是何意？又要抢我的东西送人？他微怔，刚想说不是，触及沈科眼巴巴的模样，继而抿唇，又道：你不懂药也不懂毒，要这何首乌做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与你何干？我还没有问一问魏神医，何时这药罐里的止痛丸成了春药？我从袖中掏出一个小罐来，置在桌面上。魏燕之面上有几分尴尬，他别过头，干巴巴道：是阿珂顽皮，偷偷将药给换了。我想着你要止痛丸也没什么事，便没有过问。沈科也凑了过来，好奇的去开药罐，笑嘻嘻的：姐姐生这么大气做什么？不过是帮姐姐消遣的玩意罢了。又是沈科，想起这些日子的苦楚都是拜他所赐，心头突然涌上一阵浓浓的厌烦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抓住药丸，捏着他的下巴灌了下去。那好啊，也来给你消遣消遣。他被逼着咽了几颗，呛得直咳嗽。魏燕之将我拉开，甩到一边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我。霍云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被秋儿扶住，我堪堪站稳。我是疯了，早该疯了。那包何首乌到底还是没能回到我手里。而魏燕之在消失3天后，终于过来见我。他眼底青黑，脚步虚浮，看来那几粒春风丸几乎将他掏空。几步之遥，他望着我咳嗽，眼底似有几分心疼。阿乔，你为何脸色如此差？可是在宫中受了什么委屈？我放心不下你，原本是想来京城找你的，可阿珂非闹着要跟来，说想要治心毒，这才耽搁了。见我不语，他双眸晦暗，接着道：既然你平安出宫，之前的事便既往不咎了，今后我们3人好好过日子。阿珂性子天真率直，却没有坏心思，你多担待些，多教教他，总会好起来的。过几日阿珂生辰，他出身乡野，生辰从未大办过，我想给他大办一场，也算证实了他平妻的身份。云桥，你费心操办1、2，阿珂会领情的。我有些好笑，我为什么要让他领情？他是我什么人？为什么我要担待他？哪来这么大脸面呢？魏神医，没想到我这么直接拒绝。魏燕之脸色涨得通红，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无意多说，袖中掏出一页纸铺在桌案上，叹了口气：合理吧，魏燕之？可能的话，我希望走之前和这个人彻底断清干系。魏燕之抬头，不敢相信地盯着上面3个字：你要与我和离？是因为何首乌，还是因为阿珂的生辰宴？阿乔，连你也要跟我闹？我无意与他争辩，直接研磨将笔递了过去，认真道：你签个字就知道我是不是闹了。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最终一言不发，甩袖而去。魏燕之又发脾气了，他带着沈科住进了我所在的别院，大张旗鼓地操办起生辰宴来。别院热闹非凡，我这里却人前冷落。要命的是，有药方莫药，我这浑身疼的毛病更难挨了。秋儿想法设法出去买药，却被人赶了回去。管家冷冷丢过来一句：没有夫人允许，任何人不能外出。这个夫人是指沈科。魏燕之为了气我，故意让他掌家。疼得打滚的时候，我问系统什么时候能死，系统迟疑，应该快了吧。我叹气，大约这是我留在这个世界的代价。血泪让我认清这个教训，男人不能信。秋儿不知又在哪里受了委屈，哭哭啼啼地跑过来。主子不信，我说夫人快死了，他说夫人在闹，说你好端端的怎么会死，还说您骗过他装昏迷，说您要是知错就亲自去求他，可是夫人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了啊。话音刚落，一道身影紧跟着出现，带着冷笑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真是。目光触及我的瞬间，他视线陡然凝住。你怎么成了这样？我知道，定然是我只剩下骨架的身子惊吓到了他。他脸色煞白，瞳孔紧缩，欲搭上我手腕的指尖也跟着颤抖，疼痛在慢慢减退，大概真的要死了。我咧嘴想笑，却猝不及防喷出一口鲜血。魏燕之的面孔瞬间一片狼藉，闭上眼的前一秒是他惊恐到绝望的脸。真好，
这下能死了吧？身子飘荡在半空，我看到下面一片哀嚎。魏燕之抱着我，翻来覆去的给我诊脉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我解毒了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秋儿跪坐在地上哭，夫人用了您的药方，不仅没好转，还病情加重了。我想请主子您看看。夫人说不打紧。魏燕之猛地弹起来，双眸睁大：药方，药方呢？秋儿掏出一张枯黄的纸，我很仔细的一个个对着熬药的，可夫人还是不好，呜呜。魏燕之捏着纸张的指骨泛出清白，她茫然无措的四下看了个遍，口中喃喃自语：不对啊，怎么会少了一味药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秋儿不解，少了什么？魏燕之面上的肌肉像是凝固，她突然将纸张扣在面上，仰面而泣，声线干涩：何首乌，原来是何首乌啊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我大概没死彻底，魂魄一直飘在半空，没有回到现代的意思。系统不太高兴，所以说是神医呢，死人也能拉回去2天。我也很无奈，不会真活回去吧？系统坚定地摇头：不可能，最多2天，你必定魂飞魄散，不对，魂归现代。行吧，我再等等。我的身体大概成了活死人，有气儿能呼吸，能吞会咽，却不会说话，不会动。魏燕之抱着我，像是抱着失而复得的珍宝。尽管我不言不语，他也不厌其烦地给我喂药擦身，不停地跟我说话，温柔耐心。阿乔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会把你救回来的，你信我。止痛丸我喂给你了，你再也不会痛了。何首乌我也要回来了，我还重新写了药方，这次的药方绝对没有错，不信你看看。他翻出一张崭新的方子，放到我面前，嘴里犯苦，我噗的一声全吐在了药方上。他脸色一白，抢笑着收拾擦洗，没关系，我们重新写一张。自欺欺人，没意思。有小厮来报，说是夫人来了。他瞬间怒了：什么夫人？你们的夫人在这儿。沈科被拦在门口，目眦欲裂：师兄，他死了，霍云桥他死了，你就不回来了？魏燕之怔怔地望着他，双眼突然迸发出光亮：是你，都是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会少写一味药，阿乔也不会死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。阿乔吃了那么多苦，他好疼啊。如果你也受过这些，阿乔他开心了，他就回来了。我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事实证明果然不对。魏燕之给沈科下了毒。七阵、诗雨、师生，我吃过的苦头他一一给沈科来了一遍。他抱着我的身体，面无表情地望着沈科挣扎，嘴里又哄着：阿乔，你看，我给你报仇了，你可以回来了吧？哪怕飘荡在半空，我也觉得浑身恶寒。魏燕之，他大抵是疯了。系统说得很对，魏燕之留了我2天。2天后，一道白光闪现，我回到了现代。我忘掉这一切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回到现代的第2年，我听到系统带来的消息。我离开后，魏燕之彻底疯了。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写药方制药，写的最多的便是何首乌。沈科被皇室带走的时候，已经没了人形。他和魏燕之的罪过被公开，沈科被判秋后问斩。魏燕之因为太后力保，留下一条命，却因为疯癫，再也不被待见。系统说完，也跟我告别。过往种种，如梦一场。我深吸口气，甩掉脑海中的一切。阳光正好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